好，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来谈一点科技的话题。来看到这位大家都很喜欢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呢，彭博报道他这个1月下旬可能要访问北京一趟，因为很接近农历春节的时刻了。除了去跟这个中国在地的辉达员工来吃吃饭、吃吃尾牙、拜个早年之外呢，黄仁勋有没有机会可能跟中国的高阶官员再次会面呢？因为媒体分析现在辉达正值一个关键的时刻。虽然呢，美方现在已经是放宽了，说你的 H200晶片可以卖到这个中国去允许它来销售，但是现在反而是中国方面呢，慢慢在跟你评估说，他们愿意放行多少的企业，采购多少。动作非常之缓慢，这可把黄仁勋给这个急坏了。那如果比较他去年7月那一次访中行，他相继会面了许多的大人物，包括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何立峰，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等人。那么在过年之前，他再次见到一些中共高层的几率有多高呢？这也是大家现在市场上关注的话题。还有北京如果在农历年前或是年后呢？好，终于让你好，我们来采购 H200晶片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可以给辉达一个大红包吗？我们先问一下杨老师。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北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其实原则上是不希望中方的企业去购买 H200，一方面是他担心这个是有后门，因为过去对于之前的 H20就有这样子的研究，是。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控但是有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认为川普其实在这个芯片上面也扣税啊，也赚一笔啊。当然，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实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芯片产业能够加快脚步，做出至少在相关的效能上能够接近的。因此，华为啊这些制造商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加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开放，那不是等于是对原来的期待有所打压影响吗？不过呢，它当然原则上的后面有一个就是尾巴他说如非确有必要，就是这个确有必要就变成这个很有趣味了。那因此可能要用个别的申请的方式。那如果这一次黄仁勋去见到的何立峰等相关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在这个问题上刻意去跟辉达或跟黄仁勋去这个就是刁难他，而是在中美竞争以及希望扶植中国大陆技术自立自主的这个原则上。所以这个原则如果能够达成的话，也许黄仁勋的访问或许在这个确有必要的这个空间呢，就可以再放宽一些。是。好，而科技圈最近的热门追捧标的我们已经看到从GPU、CPU 现在轮动到谁了？轮动到记忆体了，也就是大家说的内存代表性的有谁呢？美股的这个美光科技他们就说，在过去一季真的是短缺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一波供应吃紧呢，会一路延长到这个今年甚至是明年。公司高层说，这股短缺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相信有在这个组装 PC 电脑的玩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几年各项零件涨价的威力。那么中国的内存大厂长鑫存储呢，它则是向上海的科创板已经递交上市的计划了。他们目标要募资到295亿人民币，用于扩产、制程的升级跟研发，要全力追赶像是美光啦、三星啦、SK 海力士啦等这个美韩企业第一梯队的步伐。好，这个玩意儿呢，跟台积电的2奈米有一些不一样，它当然是有技术门槛的，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成熟制程的部分，它的工艺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当现在这一些大厂都把他们最尖端的这个产线拿去做 HBD， 拿去做这些高阶给 AI 这些使用的记忆体之后，留下的成熟制程，留下的这些成熟产品，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窗期。那么这个像是长鑫存储啦，还有更多的中国厂商，这个成熟制程，他们可是他们的王道现在发挥作用的大展身手的黄金时刻，有没有到来的机会？李将军，当然今年来讲很特殊，今年一开局就是 AI 的时局AI 各项的产业可以说像井喷式一样的发展出来那我们看中国大陆有几家他们自己国产的 AI 的公司包括到这个摩尔线程或者是木犀它股价都飙涨到一上市就飙涨到500%甚至600%这种可以说是井喷。
当然，这种 AI 算力来讲，有几样需要的，比如说是我们讲的GPU 这一类的晶片。对。但是现在来讲，它的存储，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的这种记忆体晶片也是非常重要。是。那现在已经很明显已经供不应求了。那制造这种高带宽内存的有3家，全世界有3大巨头，一个就是美光嘛，哈，另外一个就是 SK 海力士啊，还有一个三星电子，这3家主要在做这个。那长江存储也有在做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来讲缺到什么程度？你从美光它营运执行长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哈这个短缺的程度前所未见，那更不要讲说是三星、海力士，这2家公司也都是一样。那现在缺到什么样程度呢？不管是高端算力或者是中低端算力哈，都非常缺。高端算力哈，它抢货抢到什么时候？这个英业达 B200哈，是连租你都租不到了。现在就是有一些是租赁业者，他都已经租不到了。那中低端的也很抢，中低端的 GPU 是什么呢？比如说是5090、4090哈，这些中低端的 GPU， 目前来讲价格也上涨，涨到多少？涨到将近300%这么高的一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存储记忆体，由于 AI 算力的需求大量的增加哈，所以在这种存储的记忆体也大量的需求也明显的不足，因此我觉得长江存储来讲，如果说利用这一波的需要，它大大的扩产哈，增加它的产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满足中国自己国内的需求，大家不要忘了，中国是全世界半导体需求最强的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市场哈，所以它自己国内的市场它就足够供应。那当然借着这一波长江存储，它这个不管是这个募资来提升它的扩产，增加它的产能，那对于全世界的 AI 确实是可以抢在这一波，能够这个能够赚到它所需要的这种经费。赚到经费之后，当然有助于它以后的研发更上一层楼，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是，好，除了这个内存界有长江存储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公司都有机会哦。现在因为这个市场的研调机构集邦咨询，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呢，受到台积电还有三星电子他们策略性削减产能的影响呢，2026年全球8寸的晶圆代工厂的总产能哦将会枯萎2.4%。那同时 AI 还会带动更多的需求强劲，那这枯萎的量由谁来填补呢？中国的晶圆代工厂就有机会了。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是中芯国际，那它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跟深圳呢4地共设有3座8寸的晶圆厂跟4座12寸的晶圆厂。那一旦8寸跟12寸这样成熟制程被中国大陆掌控了更多的产能主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3部曲嘛，先是内卷，2是达到白菜价，然后最后是接管市场的主动权。这样的老套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8寸跟12寸的晶圆厂未来马上看到？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它第一个它的晶片需求最大。我们看8寸，8寸一般来讲是车用晶片，还有家电的晶片，另外一个就是工具机的晶片，就用这个就行了。8寸的它这个做这些算是成熟制程的，是成熟制程就90奈米到28奈米啊，就是成熟制程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好的晶片嘛。是，但是其他的你相关的我们讲的12寸的晶圆的，那大概就是我们所讲的16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这个了。那它现在把这个售价调高哈，我想说是为什么售价调高？因为有价差，有供需嘛。我们知道按照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啊。你现在是供不应求，既然我供不应求，换叫做市场需求旺盛哦，那我调高价格，对不对？大家来造成这个供需平衡，那我调高价格，我多赚一点啊。这本来就是因为市场需求量还是大。我们看到黄仁勋他之所以急着要到大陆上去卖晶片了，对，那我想是因为啊，这个市场赶快钱能赚就赚，你过了这一店没有下一村，下来再赚钱，对不起没了，我们市场已经饱和了，我们会做了，你不需要你的了，所以黄仁勋一直是很急。就是想要卖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他在这方面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政策，他这个集中来让不管是8寸晶也好，12寸晶也好，他尽量来做。我认为重要另外一个在什么地方在良率，可不可以克服良率？如果没有克服良率，结果你这个良率只有到了40%，那你这样换句话说，你赚的并不多，因为你很多的是不良产品啊。那良率，我认为它良率慢慢提高了。
良率提高了，我对外的需求也不用了。为什么？我良率够了，良率够，我出来的这些相关的成品数量就足了，那就代表良率提升了。良率提升了，利润也增加了。为什么？我们讲了调高价格，表示说供不应求。换句话整个来看的话，良率提升又要达到供不应求，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是不是它的？